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深海基因适配系统绑定成功。锦绣金枪鱼。3天之内不还钱就废了你！东海岸。系统真的能行吗？追上来了。王胖子，我搞到一条，对，特别好，帮我联系老秦。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？你看看再说。这品相，这色泽，我这辈子没见过第2条。15万，一口价，成交。你这下发了，还差得远。接不接？小子，听说你搞到好货了。龙哥，消息挺灵通。钱明天送到我桌上。钱带了吗？小子，剩下的85万，1个月之内，我不管你是下海捞鱼还是捞龙，到时候见钱，我会还清。3刀鱼，妈，你到底留给了我什么？取而代之如鹰隼般锐利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班当年的海贼孤儿吗？怎么，听说你还欠一屁股高利贷啊？买拌面撑日子，混成这样还好意思出门？不说话，知道自己不配开口了吧？检测到深海打捞古董表与宿主遗物符号百分配度87。为什么他的手表上有这个符号？建议宿主调查此线索，关联度极高。渔船接受检查，你的捕捞许可证呢？同志，我是夜钓爱证件，请出示证件，否则我们将登船检查。快点，证件！试试看。我做到了。妈，你不是让我来捕鱼的，对吧？哟，3刀鱼还3条，品相一流，活鱼，那条小的还能养，3条一起给你20万。不过有个搞海洋研究的女孩，前几天托我留意活的3刀鱼样本，她想买一条活的喂条做研究，你那条小的给她留着。行，让她来拿。李清瑶，来，这就是那位小徐。这个罗盘，你是徐远航的儿子？你怎么知道我父亲的名字？我父亲李建国和徐叔叔曾经是星辰号的同事，只是他那天没有上船。你刚才说有东西要交给我，你说你知道沉船的事，到底知道多少？我父亲写的。这是谁写的？他去世前3年，每天都在写这个笔记本。他临终前反复念叨对不起老许。这本笔记能让我复印一份吗？本来就是想给你的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我父亲在笔记里反复提到有人在跟踪他，他撕掉的那几页可能还藏了也许是被捕获的。你能看到什么？李清瑶，谢谢你，我会查清楚的。你父亲是个好人。小子，听说你最近挺能搞啊，有人出了个价，要买你所有渔获的情报。谁？生意人嘛，不透露名字。不过对方开的价不低，够的渔获情报翻倍，我自己卖了。你自己掂量掂量。好，不需要部中间人。
3刀鱼的钱20万整完整。谢了。你说有东西要给我，就是这个吗？我父亲病逝前反复念叨对不起老徐，他死后我整理遗物，发现这本笔记，这页被人撕掉了。我怀疑有人在我父去世前就搜过他的东西。你是说，有人怕你父亲留下什么照顾？隐约看到几个模糊的笔痕，但认不出是什么字。也许有办法看到这上面的字。听说我们徐大渔夫又要出海了，这次打算捞什么？小虾米，赌一把，5万块。你今明2天出海，捞到一条超过4斤的野生大黄鱼，就算你赢；捞不到，5万归我。赌了。你疯了！帮我收钱。欺负人吗？死水区，看你能捞到什么。各位老铁，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们这位徐先生啊，说什么去死水区捞大黄鱼，这都几个小时了，人影都不见。我看他是，我操，野生大黄鱼，这得有4、5斤一条。赵老板，5万，谢谢赵老板送钱。小徐，2条大黄鱼，品相这么好，我给你出16万。但是龙哥刚打电话来了，他说什么？他问你的捕捞坐标，说你最近太出风头，他手下的人都盯着你。卖坐标的事儿，我自有办法。开始拼图了。小徐啊，你最近搞鱼的本事，我是真佩服。咱们做个朋友怎么样？龙哥有话直说。合作，你负责找鱼，我负责销售渠道，55分账，你放心。不了，价格觉我自己比老秦给的高。不急，你考虑考虑。检测到微型追踪器，位置宿主左脚鞋底。龙哥，你在防我？已标记追踪器信号源。龙哥在你鞋里装这个，那你这几天去哪儿他全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演一出戏。怎么演？把追踪器贴在那条狗身上，让龙哥的手下追着狗跑半个城市，绝了！妈，你把什么放进了我的身体里？你说这个罗盘可能改装过。这里有一个数据切口，如果里面存了东西，也许能读出来。能读吗？我试试。圣灵，如果你听到这个录音，说明我们已经不在了。记住，星辰号上装的不是科学仪器，是史。文件只到这一句，后面被物理性删除了。这断得太精准，像是有人刻意截断的。钱收到了，剩下的不急，你慢慢来。龙哥，你这态度变得我有点不习惯。我龙哥做生意讲究的是细水长流，你好好干，大家都好。他不对劲。龙哥态度大拽表，有问题。他不是一直要钱吗？现在钱少了反而客气了，这事儿确实邪乎。我听说啊，龙哥最近跟一家大公司的人走得特别近，那公司叫什么远洋集团，做海上生意的。远洋集团。远洋集团20年前成立，业务涵盖远洋运输、海洋探查、资源开发。总裁查这个做什么？龙哥最近和远洋集团的人频繁接触，而且沈万山在20年前和我父记录，刚好是远洋集团起步的时期。我见过他，3年前我父亲的葬礼上他来过，当时我以为是我父亲的朋友，他和我父亲说过话，在灵堂外面。来，为我们远洋集团的新项目干杯！你真把徐胜黎也叫来了？当然，叙叙旧嘛。哟，徐胜黎来了，来，坐。这位是我朋友，我现在在远洋，那可是海洋产业的老大，不像有些人在海里捞几条鱼就当事业了。胜灵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爸当年要是识相一点，你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我爸当年怎么了？你说清楚。我瞎说的，听公司老人闲聊时说的，我哪知道。赵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什么？你爸当年要是识相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就是听公司里几个老员工在茶水间闲聊的时候提过一嘴，说你们徐家当年跟公司有过节，别的我真不清楚。他们知道。
坐标碎片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，但和官方记录差了12海里。系统让我找的沉船坐标，可能根本不是古代沉船，是星辰号真正的沉没位置。龙哥突然这么殷勤，远洋集团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？你在告诉我什么？小子，我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每个月给我捕捞指定海产，利润4-6分；第二，剩下的42万一次性还清。指定海产谁制定的？这个你不用管，你只管捞，有人收。那位大人物，你惹不起。行，我考虑考虑。一次出海就能集齐全部碎片。李清瑶，我要去一趟北方冷水海域，那个地方你父亲当年是不是科考过？那片海域你怎么知道？系统给的坐标，你愿意一起去吗？我去。我父亲当年确实去过这片海域，研究的是深海热液生态系统，但他在笔记里反复提到一件事，他在这片海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矿物标记方法，非自然，人为。我怀疑有人在海底做过什么。有情况，水下有东西，结构体量远超过普通沉船。这个轮廓像是一个水下作业平台，在这么深、这么偏的海域建平台，谁建的？我们去看看。我下去看看。星辰号补给站，星辰号来过这里。星辰号当年的航行路线经过远洋集团的水下设施，但这完全不在官方记录里。也就是说，星辰号当年停靠过这个平台，但所有人都不知情。我父亲笔记本被撕掉的那一页，很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补给站的。也许能恢复那半页的内容，就知道这个屏到底是干什么的。系统说，等我抓到帝王蟹，就能看到残页上的字了。准备起网！进了，收！发了！这他妈每一只都5斤带底！碎片集齐了，星辰号的真实沉没坐标出来了。有船在靠近，速度很快。敌方已进入我司专属勘探区域，请立即离开。重复，请立即离开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立即离开，否则采取强制措施。他们不敢撞我们。武装安保，他们在攻败带枪。事情好。走。那片海域是公海，他们没有管实权，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追过来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他们在掩盖的东西非常重要。这附近没有标志任何远洋集团的合法作业业区域，他们口中的湾日住属存在于任何公开文件，这说明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非法的。所以星辰号当年经过那里，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。沈万山用沉船把秘密葬在了海底。极品，每只8000块，23只我全要，成交。这才是星辰号真正的沉没坐标。老板，租一条船去这个坐标。那片海域不行，我们公司的船不去那儿。为什么？价钱好商量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那片海域邪门，好几条船去了，都出过事儿，具体原因不公布，但我们跑船的那儿都知道，别去，这生意我做不了。租赁公司不接，正常。那片海域在渔民圈子里都叫鬼海，据说声纳下去什么都扫不到，竟是杂波。不过嘛，我倒认识一个人，以前跑远洋的，后来不干了，自己有条旧拖船。能帮我联系吗？他那个人啊，胆子大，但不贪钱，你得跟他讲清楚去干什么。老郑他有答应，成交。只要能到那个坐标，剩下的我自己来。爸，你把这个藏在了枕头里。设备都检查过了，我只能送你们到外围，剩下的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够了。我父亲用命藏起来的这些证据，我们必须带回去。一定。那个位置离官方标出的沉船点有10几海里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我只能到这儿了，4小时后我回来接你们，超时不候。
距离目标500米、300米、100米，目标已抵达。我下去了，你在艇上接应，小心。爸妈。如果此役被发现，请转交海事法院。我们有证据证明星辰号是被蓄意破坏的。沈万山的人在我们离港前，在船底货舱安装了定时装置。放。沈总，这些到底是什么？科考设备而已，沈博士。让他们消失。徐生灵，宿主已接触核心证据，系统进入觉醒宿主基因。圣灵，如果你看到这段影像，我做这个系统不是为了让你复仇，这个系统用于海洋生物建立感知联系，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大海。妈，这些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？圣灵去找证据，但不要复仇。记住，这个系统的终极功能是保护大海。钱收到了，债务清零，小子，咱们两清了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沈总那边可不管你还不还钱。谢谢龙哥提醒。这个位置是星辰号补给站。赵峰，你这次帮了我大忙。也是有公司的人了。起步资金不多，但我们有最核心的资源、技术、证据，还有勇气。一步步来，小徐，开张大喜。这是我代表咱们码头渔民兄弟们送的。他送这块匾不是祝贺，是警告你在他的视线里。那这匾挂不挂？挂在他能看到的地方，让沈万山知道，我知道他在看着我，而且我不怕。古代沉船，这个位置不在任何已知的古代航线上。这是高价值文化遗产，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证据，必须上报国家文物局。我也这么想。那个文物贩子昨天又打电话来了，说如果咱们有货，5000万打包价。你告诉别人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提了一嘴，我们有发现。这种事一个字不能透露出去，直接上报国家文物局。我们的公司刚刚起步，不能沾这种不清不白的生意。我已经上报国家文物局了，请不要再打这个电话。徐先生，听说您的水下发现很惊人，5000万包圆，您考虑一下。果然又是沈万山。文物局那边回复了，高度肯定我们的发现，奖励50万。50万不多，但这100万年前的青花瓷，沈万山想用钱买走历史，做梦。盛航海洋探索公司近日在公海海域发现一艘明代沉船，目前已按法律程序上报国家文物局。这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发现。徐总，您作为年轻创业者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果的？依靠专业的团队、科学的态度，还有对海洋的敬畏。就你，资金3000万不设限，这条件好到不真实。独家商业开发权意味着我们以后发现的所有东西，包括文物、科研数据，任何有价值的海洋资源都由远洋集团说了算。这他妈不就是卖身契吗？告诉中间人，好意心领了，盛航公司不卖。徐先生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沈万山，你父亲的老朋友。沈总，久仰。可以单独聊聊吗？徐先生，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，但有些事查得太深，对谁都不好。只要你停止调查星辰号的事，盛航公司未来的资金要多少我给多少。沈总，我调查什么了？年轻人还很深，也是太好奇了。你父母当年小心淹死了。徐先生，你的基因序列和上次检查时相比，又发生了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变化。这种演化的速度，医学上找不到长期后力。我们无法影响日常生活吗？目前不，我们必须暂停出海。但如果这种你需要休整，持续加速，李清瑶，如果停下来，那些证据怎么办？沈万山不会等。你的命更重要。爸，你早就知道，你一直都知道。所以，你父亲当年知道是沈万山做的，他选择沉默。他怕连累我，所以他什么都没说，直到病死。这些证据我们把握证据提交给警方，用法律解决。对，用法律。
徐胜龙，你不会一个人出海吧？放心。妈，我来了。海洋共鸣启动。那是母亲的标记。圣灵，如果你能找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。你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反应，这是系统基因适配的正常过程，不要害怕。你混蛋！一个人跑出去3天，电话也不接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对不起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小徐啊，下次可不能这样了。我找到了母亲留在岛上的实验室核心资料，关于基因适配技术的完整论文。这些证据足够让检察提起公诉了。沈万山涉案金额巨大，又有直接杀人证据，他跑不掉。3条人命，20年的沉默，今天终于能有个说法了。徐先生，我当年沈万山的法律顾问，他走私的那批文物通过星辰号转运，在国际黑市获利至少8亿。这些年，我每天活在恐惧里，我怕他哪天觉得我知道太多，就让我全部资料，但我需要保护。清单在哪里？在我成交的一处储物间里。我们现在就去取。快走，有人来了！拦住他们！王胖子，报警！地址我发你。哥，我早就报了，你听。放射性矿物，他走私这个做什么？我知道这些货最终都中送到了一个远洋集团在公海的彻底水下仓库。沈三山在水下平台017附近建了个秘密仓库，专门存放那些暂时不便脱手的文物和矿物。那个仓库的位置只有他3个心腹知道。我当年帮他做文件时，无意间看到了坐标数据，对上了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公海，水深120米，有驻守人员。我们需要专业一个人，老耿，退役海军深水潜水员，他应该愿意帮忙。120米深度，有武装守卫，水下仓库结构不明，这场活风险不小。所以我们需要你。我帮你不是为了钱，我看了那些证据，沈万山这个人该死。妈，你看好了，请坐。我说过你想听整版的故事，你果然来了。我来了，你说。当年我用星辰号走私一些特殊的货物，放射性矿入文物，利润巨大。你父亲发现了，他非要举报。说完了。年轻人不接受，你以为我会让你带录音笔进来吗？沈总，你以为我没有准备？针对近日网络热议的有关我集团的不实传闻，沈万山董事长严正声明，一切关于星辰号事故的所谓指控均属捏造，远洋集团保留追诉权利。目标仓库位于水下120米，入口处有一道闸门，预计有2到3名守卫轮流值守，我们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进出。我打头阵，你殿后。这些照片和视频一旦拍到仓库内的文物和矿物，沈万山就彻底完了。船上的通讯设备我已经检查了3遍，没问题。出发。画面清晰，所有证据都在。证据齐了，撤。我剩3分半，你。老耿，退后！里面的证据都在。够了，足够了。快看新闻！沈文山先生，
你因涉嫌故意杀人、违规物品转运、危害公共安全等多项罪名，已被国际安保组织通缉。只要他闭嘴，他可以活。但你们徐家的人都他妈倔得跟海里的礁石一样。船上的东西里，你和你父亲真像，都傻得可以。沈万山在审讯中承认了，那批放射性矿物确实在星辰号上。他原本打算通过星辰号转运到第三国卖给军举报。你父发现了货舱里的异常放信号液，就为掩盖这起，他会被判得很重，故意杀人、走私危险物、危害公共安全，数罪并罚，终身监禁。全揭开了，妈，你看到了吗？结束了。我以星辰号事故遇难者家属的身份，提供以下证物，上述证据链完整清晰，直接证明被告人沈万约策划并实施了星辰号沉没事故，造成多人去世，并被告人沈万约因犯故意杀人罪、走私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。爸妈，你们等了20年的公道，我给你们带回来了。沈万山被判了死刑，他再也不能伤害任何人了。妈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力量不是武器，是桥梁。我们之后一半的业务用于商业海洋探索、沉船考古、渔业资源评估，另一半用于海洋环保、珊瑚修复、海洋污染监测。盈利和专业两手都要抓，后勤这一块交给我，保证兄弟们出海吃得好，装备稳。你可是我们盛行的大管家，全球海洋生态大使。这个头衔我会对得起。我母亲花了半辈子研究海洋保护，她没能做完的事，我来做。5年前，我是一个欠债100万的普通人，我下海是为了生存，为了还债。真相，关于我父母的真相，关于一个犯罪集团的真相，关于大海如何被伤害，又如海默默承受一切的真相。真正的强者从不以手份为帆，才是最深的力量。你是若兰的儿子吧？您认识我母亲？我是她读研时的导师，姓方，比你知的只要深。你母亲发现过一个深海文明遗迹的线索，就在玛利亚海方界壁。这个系统以前最初的设计人修信，但他还没老实探索就被人歼灭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母亲可能是唯一接近过答案的人。妈，我会继续走下去的，为了你，为了大海。